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在这里用几个意象呈现整个山河撕裂的状态。一杯浊酒问长空，山河万里相谈中。人人心中皆笑，幸亏何处谁是风。包含山河破碎，玉戒指代表全品破裂，然后另外老百姓在城外要进城内，这是五代十国常见的状况，就避祸，甚至有逆向操作的，老百姓跑出城外，跑到山里面躲起来的，比如说长安，常常就发生这种事情。寒暑经年几风光，行歌且马笑成空。然后这里人就会疑惑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船只在水上？五代十国的时候，海上的船舰作战还不发达，不过河上的船舰作战是非常发达的，尤其在江淮沿岸，好几个五代十国的国家都有强大的水师。这里是不是给大家科普一下五代十国的一个常见的一个做法？五代十国继承唐制，它的基层行政单位是节度使，叫叉叉军，比如说靖难军节度使、什么军节度使、清远军等等的。然后节度使下辖会有一个州，州下面会有一个县城。天下富贵一统。中宣布2024年文化产业专项基金支持项目，请记住这件事。这个太平年讲的故事里面包含一个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，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和平统一，就是吴越的纳土称降。吴越国啊，是五代十国里面最长寿的国家，长达70几年哦。他在宋朝几乎统一了整个国家的时候，吴越国的末代国君是亲自吸着他的地图、图册，还有他们的传国的玉玺，到宋朝的京城去纳土归一。那其实还有一次是张学良的东北易帜，所以太平年，直白讲，它是有合统宣传的味道在里面。公元907年，宣武军建中文传统和建立后梁，统治中国289年的大唐王朝正式灭亡。这个地图是错的，这个地图是大唐盛世的地图。这里啊，在唐末的时候，西域早就丢了，很有名的叫做安西都护府归义军。那时候已经被唐朝最强敌手在青藏高原崛起的吐蕃给兼并了，所以唐末的时候势力已经萎缩到，甚至连陇西、今天甘肃都丢掉了，所以地图没有那么大。还有大唐末年的时候也没有控制云贵高原，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。那这里有个细节都讲对了，台湾是没有被唐朝统治过的。自此，中国历史进入了纷乱不休、民不聊生的五代十国时期。整个五代叫做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。那因为这些国号在古代都有出现过，所以我们通常加一个后字，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。这里面后梁和后周是汉人建立的，后唐、后晋、后汉当时有一个民族叫沙陀族，因为他们穿的全身都是黑的，在战斗的时候非常凶猛。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个称法叫沙陀鸦军，这个沙陀族有很多说法，也有说是鲜卑族支系、党项支系啊。那我个人认为他应该是党项去混到其他的血统，那党项呢也有认为是鲜卑支系跟羌人的支系，那也有人说是突厥人的后裔，鲜卑也是跟突厥有族系关系，所以他到底具体是什么样的族源很难非常非常确切的说，但是说法很多种就是，所以这个里面很复杂。那为什么唐晋汉是沙陀族呢？因为当时李克用作为节度使呢，他占据了一个很大的范围。这整个其实包含唐、晋、汉三朝的皇帝都是有血缘关系的。那顺便看一下这张地图，这里面占据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都叫是中原王朝，就是我们讲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。然后南方主要割据分得比较散，以江浙地区为主的吴越是这一次的主角之一，然后以占领江淮地区、淮河流域跨越到今天江西这一整块，这个叫吴国，又叫杨吴。这里有个南平又叫荆南，这个国家的国姓高，人称高赖子，是个小无赖。因为当时不管南方或北方要跨过长江呢，通常会从南平这个地方过去，他经常会截留别的国家的贡品。四川地区相对独立的前蜀，这个蜀跟蜀汉是完全没有关系的，这个蜀是王建所建立的，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后蜀。这个楚呢，他的国君姓马，叫马颖，他的在位国君待机时间非常的长。公元923年，河东节度使李存勖攻灭
后梁，建立后唐。李存勖就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的儿子，他当年包含他的儿子，再加上他的义子，总共加起来有13个，人称13太保。短短13年后，新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以个人边缘之勇为代价，向新一党结兵，攻灭后唐，建立后晋。石敬瑭为了得到其他的支持，不惜把以自己小10岁的亲儿子耶律德光为义父，成为遗臭万年的儿皇帝。不过平心而论啊，石敬瑭叫儿皇帝，就辈分来说也不是很奇怪，因为石敬瑭是后唐开国君主李存勖的女婿。那后唐开国君主李存勖的爸爸叫李克用，李克用跟辽朝的开国君主耶律阿保机两个人称兄道弟，然后他们的下一代耶律德光、李存勖，他们也称兄道弟。所以如果就辈分来说，他叫耶律德光一声爸爸，好像是合理的，但是你可以叫叔叔或叫其他的，所以他为了活下去也确实是蛮拼的。元年之乱，天地荒谬，灵魂越坏。后晋天子年间，温州大旱恶殍遍野，中央的提拔所有都是梅庄，始终出击，六军门外已将士，百万人家无一无。张彦泽这个张义军的位置大概在今天的甘肃晋川，位置在这里，这个地方生存条件就不咋地了。那这个张彦泽的行为在历史上多有所见，尤其在五代十国很严重。不是啊，元四正，3万8千户百姓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以民为始，此君为言上。没有个父，老子才养出你这样窝囊废。这里有个细节，这个虽然是喊父帅，但是很可能只是个义子。当时为什么认爸爸这么流行呢？因为在那个年代，家破人亡是常态，所以当时会养很多义子。这也是为什么石敬瑭叫耶律德光叫爸爸一点压力都没有。很简单，在那个年代叫爸爸那不算什么。我没有要替石敬瑭洗白啦，只是说石敬瑭呢这样的一个行径，其实在那个时代有他的时代背景。杀还是不杀？再不杀，老子就杀了你当宗。儿子的命是父亲给的，父亲要杀就杀，这是父亲饶了这些无辜的百姓。已经见不得他们吃别人的肉，连个自己的肉喂饱他们。佛祖，我儿4位，小房一个肉，一死同袍。得是，周小宰，太尉。长书记相当于是随军秘书，也就是文官的最高首脑。这个张氏等于是随军的军师谋臣。不过在那个时代，不管是文官武官哦，大体来说都是要充满一定的程度的战斗力。大衙内天性纯孝，还请太尉开恩呐。哦，这里讲一个太尉是为什么呢？在唐朝后期，像这种太尉、太师这些古代这样的官职都乱赏，所以基本上稍微比较有实力的节度使，可能他都有一个荣衔。我不只是一个儿子，金元君上来了，这是我的骨肉，这是我的骨肉，用最大的骨头做军粮。前面不是有食杵吗？那个食杵他们会先把肉给剥掉，剥掉之后剩人骨，除了头骨，因为骨头很多，把里面的脑髓那些拿掉之外，剩下碎骨，他们就会把它杵一杵，杵完之后变成肉末，之后可以加盐把它晒干，它就变成那种军粮。那肉条可以做成肉干。赵匡胤，宋太祖，赵弘胤，赵匡胤的爸爸。当时赵弘胤已经做到4位亲军，马步军，都护虞侯。4位亲军就是禁军啊。都护虞侯是什么意思呢？相当于是副领导阶层，等于是副司令官。把天子赐的金钱取出来。又是听得太尉军令，天子的情况。如今太尉不在营中，便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给他拐挂后。还请这位兄弟知晓通报，侍卫亲军副都虞候赵弘胤持节在此。持节是什么意思呢？一般出使的话，如果持节就代表他拥有调派当地的军事，代表他是前皇帝的命令来的，所以持节很大哦。但还有分成使持节，使持节就比持节再小一点。这位提调张义军，节度长书记张氏为公开了天子诏令，不得轻忽权，发出天子。这里有一个小细节，如果是义子，他如果没那么亲密的话，他会叫父帅；这个是亲儿子，就叫阿爹，一个是这是亲爹。这是一阵血帅爷，不可以马虎了。来哥哥，请吧，交力为主。此地听说面节日为君，天子亲节当面，3军附属向上学习。我到此地这好不是事，天子是太尉和令通的人，而太尉和令通又是咱们这些富家子弟推开起来的。也便是说，咱们这些臭出啊是令公的太尉的人，也便是天子的男人。这是他们的私产时间呐。那个时代没有时间生产啊，靠抢劫比较快。这个时代这种兵叫牙兵，牙兵原本是出于节帅他自己的私军，但后来这个节帅会换人嘛，威望不够，又不一定带得住，那你就必须跟他们交换利益，所以就变成骄兵悍将。通常因为中央已经管不住他们了，事实上中央也没有钱令给他们了，所以他才能那么嚣张不接军令。你就想节度使都制衡不了军队了，像这个一定是中层干部，其实是整个军队里面最难搞的。有一些比较有手腕的节度使到任之后，
第一时间就把在军中类似这一种无法无天的士官全部拖出来，逼他们服从。如果不服从，通通砍掉。所以有的时候要制衡牙兵，甚至杀上百个的都有，然后部队就安分。五代十国的时候就是杀爆，非常凶。是不是？天子给太尉和令公诸葛，但是本人岂是让你们这帮人拿了军中来耀武扬威、作威作福的？不别动！听你们哥哥的话，好了，弟弟我气力检讨，手也不可，多伤你们哥哥的性命。张勋节度使张书记张氏出来，天子有话要问。这里充分展现了五代十国常见的现象：擒贼先擒王。所以我刚才讲的完全命中。这一种忠臣军官非常会搞事，所以懂行的就是会第一时间就把他抓下来。然后这里有一个比较假的啦，就是他们的剑太亮，因为当时他在砍人，血是会腐蚀刀剑的。还有一个事情是赵匡胤很帅，除了演员帅之外，历史记载赵匡胤真的蛮帅的。我在前头顶后，做这个东西。他不符合规矩吧？对，其实一部分是这样，他得打给大家看。我连儿子都敢修理，谁敢来？要把纪律打出来。你就想，节度使的部队都会下课上，当时所有的部队都是一个样子，禁军也是这个概念。所以今天如果赵弘毅没有鞭打赵匡胤的话，那下次来一个，你受得了吗？其实那时候是非常无序的。也是张氏，你的密奏，朝廷已经收到了。部队来了。你注意，这批上至少有队。来了，走。这里还有一个细节，人太少，正常不会派那么少人来救。还有这一段其实有点架空，因为张氏早就被干掉了。张彦哲确实也是相当的剽悍，张彦哲骄悍残忍，眼睛呈现黄色，并会发光，如同一头猛兽。因为他是突厥人，突厥人有混西亚的血统，然后他骄横不法很正常，因为他镇守的地方基本上应对来自西域，包含来自吐蕃、西藏的一个压力，是他后面还很长的故事。张彦哲相当于是五代一个典型，这个人非常残暴。有点神话赵少康，不是赵少康是谁？这里讲另外一个细节，这里有点神话赵匡胤，但是赵匡胤在历史记载，他确实是骑兵、步兵、射箭样样精通，他还会使枪。很多人怀疑他是赵子龙的后代。我是侍卫新军马步军副都虞候赵弘胤，回京复命，速开城门。可是我好奇，就是这个没有那么近呐、你知道他跑多远？他从这边跑到这边呐、这距多远啊？光直线距离600公里，这中间还得出那个关口，然后沿着黄河沿岸这样走下来。天哪！这个距离蛮远的了，因为主要是地形不变的，他一定是先跑到比如说渭南，然后跑到西安，然后再从西安这样上去，他一定是沿着这个江河这样沿岸嘛，然后通过三门峡，然后经过洛阳，然后从这边走郑州这里出去，大概会这样。一般来说啦，那个时代因为整个天下太破碎了，至少3-5天急速的话，而且你得换马才有机会到，因为主要是道路很糟，不是马跑不快，马跑很快，他一天可以换3匹马的话，那是可以很快的。所以像是元朝的那个驿站之路就非常猛了。为什么是东京？因为当时的开封在东侧，在那个时代，西京、洛阳、东京开封。本来的西京跟东京是哪里的？是长安跟洛阳，就今天西安。但是因为长安唐末的时候已经崩溃了，所以呢，后来就以洛阳为基地。然后后唐的时候是以洛阳为基地，但是因为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嘛，后梁是以开封为首都，然后以洛阳为西京，所以西京跟东京是这样来的。此时赵匡胤连一个殿前承旨的官身都尚未取得，所以名义节度使的人生目标降本此地。他无法想象天下间竟然还有张彦泽这般毫无人性的节度使，他不明白这头残暴的野兽是如何支撑一政权力的。这里有一个小细节，这里的赵匡胤相当于是历史让他提前登场，他大概率已经随着他爸到处在打仗，但是他还是个小校，可能是一个很初级的军官而已。因为赵匡胤正式的大显神威，要到后晋的后期，尤其到后周。他更不明白，面对这样的恶行，大殿内的君臣们又在一些什么？大衙内对太尉一刀割喉，上不横了大衙内。虫魔寨、骨肉泥，那是黄巢，不是真的节度使。黄巢之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乱世，基本上是直接要灭亡了整个唐朝。黄巢之乱呢，是当时天下又大旱，然后黄巢起兵之后呢，就流布天下。最有名的是他攻入了广州，杀了非常多的人，血流成河。因为在黄巢之乱之前呢，
广州这些地方基本上比较少战乱。你看他的部队啊，这里起义之后，他就到处流动，然后他到了江南地区烧杀掳掠，潭州就是今天的长沙，又去了鄂州，其实就是今天大概是武汉这个地方，所以他基本上把整个大城市都烧得差不多。所以为了平定黄巢，唐朝把他最后没有被割据的整个南方地区全部都让他们出去了。而镇压黄巢最有名成功的就是后梁的建立者叫朱温，但是也因为这样，唐朝的气数就没，就等于他整个中央就剩光杆子，因为他地方全部都变成节度使都独立出去，就节度使都不理你了嘛，大家各自为政，更割据了，争夺权就不断的连年杀伐，所以整个晚唐本来状况就不好，进入五代十国更加糟糕，烧杀更重。而唐朝带起的一个很坏的风潮就是他们因为没得吃嘛，就以人为食，所以当时就两脚羊。后面还有一个更严重的事情是模仿者很多，因为太残暴，所以黄巢后来不得人心就失败了。然后一些节度使但凡想做大位的，一般他就不会这样干，但是也有很多节度使呢，他就只想过好自己一亩三分地，或者本性就残暴，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会变态，所以被贴上黄巢这两个字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坏透了。这个石敬瑭还真蛮像的，因为石敬瑭历史书载还是有络腮胡。是这国家重臣，而臣以为理应查问清楚。此人构陷朕的节帅，离间君臣之意，见从京州，要由张彦泽自驾审明。陛下，下官所言句句属实，请陛下明察，请陛下明察，陛下。一方面，张彦泽跟朱温有亲家关系，这个时候的节帅呢，向上管理都很厉害。就是送礼送钱，那石敬瑭为什么不管？因为他如果管了，张彦泽就叛变，所以宁愿牺牲掉张氏，也不要让张彦泽叛变。但事实上，史实里面张氏是还没逃出就被抓回去了。赵匡胤，末将在，你办的好差事，末将万死，末将万死。冯道这里有一个小刊物，唐朝到五代都是同一个制度，是群相制，这个规模太小了。这个其实因为电影把它微缩了，理论上这个店都蛮大的。然后高级官员穿紫袍是真的，这是最高级官员的。中书令就是宰相，但是宰相的名称有很多种，有中书令、中书门下，还有很多啦，我们之后遇到再讲。然后冯道总共侍奉的君主太多了，但是在石敬瑭时代，他确实皇位是比较稳固的，所以他做了很多朝的宰相。然后冯道很有名啊，自称长乐老，历世11帝，5朝8姓8个家族，非常能苟。不倒我，对，40多年当中20几年都在干宰相，太厉害了，对，非常厉害。他一直活到后周，很能活。他后晋的时候已经干到宰相，那基本上他不爱说谎，明哲保身。这是因为他不要说话才做那么久吗？对，他很懂得闪避，对他来讲转级是一个常态，因为他越做越高，所以君主对他反而有需求，因为新的君主一直换，所以太逼八幼主或新主要找个老臣持重。那这个系列他们有特别把冯道拉出来，因为冯道在稍微懂历史的人里面是一个超级有名的人物。他在宋朝初年的时候影响力很大，但是后来宋朝因为理学发达之后，重修了新五代史，就五代史里面冯道的评价非常好，新五代史里面冯道评价很差，因为觉得他不够忠诚，应该为一家一姓而死。因为宋朝到后期已经稳固了，所以我们强调世人的气节。但是也又有冯道，所以五代有很多的相关的文史典籍制度都是冯道保留下来的，因为他代际时间很长，那他也重视这些东西的保留，毕竟是个文官。还有一个事情，冯道不弄权，不弄权者活最久，他就是个办事的。你也是同光元年当差的老人了，你们指挥使同光4年而已。李存勖后唐开国君主4年哈，所以他为什么说他是同光元年当差的老人？老实讲，赵弘印就是赵匡胤的爸爸，他的历史前期比较不是那么的精确。不过为什么讲这个？因为冯道开始官位显赫在后唐同光时期，所以他有点在摔赵弘印。你的资历其实跟冯道差不多，你怎么那么不懂事？冯道很懂事，有点这个意思。但是冯道早期不是在中央当官就是了，这个比较复杂，我们就不敢展开讲了。刘氏为清军司听令，谢陛下。你别想这还有先例，还有王法，就因为他是节度使，因为他手里捏着1万多兵马，这就是天理，这就是王法。当兵做太尉，连自己儿子都吃不下去，畜生！好了，我没说错，爹给你找了一个回家，顺他保住家的3丫头，老二保住石敬瑭的。为什么要结婚？他不想要让他去参与政治，不是成家成立业，或者就是这种概念，成家就可以开始任官了，这个都是关系户。那我刚才想，他有个词叫浑家，浑家就是亲家，这是当时的用法。朕一向诚信守义，契丹出于道义救了朕，那朕就应该诚信守约来报答。现在安重荣要打契丹，是想陷朕于不义，这仗是不能不打了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顺国节度使杜重威境内扩谷得100万户，只上报30万，其余皆入私囊。吴越国的共赋已经在路上了。安重义是当时的重臣，他想要去打契丹，因为契丹在北方，契丹当时每年都会下来打草谷抢劫啦，定期是不是？秋后就来抢劫。为什么要抢劫？补充粮食，抓一些汉人回去，补充奴隶。后唐会崩溃，有人认为是天气变冷，那因为天气转冷，北方的降水就会减少，等于说游牧民族就更往南下去掠夺的，所以当时的中原人士普遍对契丹印象都很差。杜重威
威是当时的众将，吴越在这里。吴越因为这个地方很偏安，所以吴越对中原王朝向来是非常谨慎供奉的，缴交粮食到北方。那北方是一天到晚在打仗，差别在这里。所以那两个有什么关系吗？安从容相当于是当时的首席执政，这个人很躁进，但是他是石敬瑭仰仗的，因为他帮助石敬瑭上位。面对契丹，因为石敬瑭称儿皇帝嘛，他就一直很不满，还想打破这个状态。他有一句口头禅叫做10万横魔剑，哪怕契丹兵，就说我们有10万带甲军士，不怕契丹人，跟契丹人干了就对了，干了就完事了。但契丹人没那么好打，契丹人因为他们这个骑兵很发达，所以你在机动战上面你很难打得赢他们。杜重威当时守的地方等于是在开封北方的重要的一个要道，但是当时的节度使很会中饱私囊，因为他要把一部分粮饷收起来作为自己的亲兵所用，不然他亲兵今天是这样对别人，但他别人也会这样对你，你要养他们。但是朝廷基本上都会有监军，都会派太监各种模式去试探，所以其实朝廷都有资料，就看你皇帝发不发作这样。所以他们两个单纯的讲一下他们个别的状态而已。对，因为安从容是真想打，杜重威在明哲保身，类似这个概念。石敬瑭非常仰仗杜重威，但杜重威投降第一名的。